好，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師，歡迎大家來到 YouTube， 跟我一起學習中文。今天是2026年的5月26號，今天是星期二，每周二是什麼時間呢？是我們的說故事時間。我覺得在理查老師所有的單元裡面，說故事是最受歡迎的。很多同學都很喜歡理查老師說的故事，那這些故事有一些是西方的故事，有一些是中國的故事，那有一些是成語故事，有一些是民間故事，有一些是寓言故事。好，那麼歡迎大家啊，對，好，裴靜、Alexander、春嬌、艾雲，還有Salen。還有慧君、麗芬嗎？麗芬歡迎。對，好，很多同學都很喜歡聽老師說故事哦。Hello， 雅玲，還有 Mandarin。好，今天要說的成語故事呢，我相信很多同學都已經聽過了哦。好，今天的故事是杯弓蛇影。杯弓蛇影，什麼叫杯弓蛇影呢？就是杯子，這個杯就是杯子。好。弓是弓箭，弓箭弓哦，這個是弓。蛇影就是影子。好，那杯子、弓箭、蛇跟影子，他們會變成什麼樣的故事呢？我們來看看。古時候有一個人叫樂廣，他非常喜歡邀請朋友來家裡喝酒聊天。好，那我們今天的主角是樂廣。好，這個我們念樂哦。樂廣這個人，他非常的好客。好，誰幫我打一下好客？如果你很喜歡客人來你家，你很喜歡熱鬧的人，那麼你是一個好客的人，你會邀請你的親朋好友來家裡聊天、喝酒、吃東西，所以這樣的人就是好客的人。對，你們是好客的人嗎？理查老師是好客的人，老師特別喜歡邀請朋友啦、親戚啦來家裡喝茶、聊天、看電視哦。好 ，OK， 那我們今天的主角呢，樂廣，他也是一位好客的人，他喜歡邀請朋友哦。好，比如說你生日的時候，你可以邀請你的好朋友來你的生日派對。哦，邀請很重要的詞彙哦。好，那麼我們繼續看。有一天，樂廣準備了豐盛的飯菜，邀請一位好朋友來家中做客。好，各位同學啊，樂廣啊，他準備了豐盛哦。豐盛這個形容詞一般用在你的菜很多、很好吃。很多哦，所以一般你會準備豐盛的飯菜，一般是有朋友來你家的時候，可能是農曆過年的時候，你會準備豐盛的團圓飯，表示菜色很多，很好吃，很多樣，你的菜有很多種不同的菜哦。好，那麼很多人說我也是好客的人哦。好，那他邀請了一位好朋友來家中做客。好，這個詞彙你們也可以把它記起來哦。好，你可以邀請某個人來家裡或家中做客，就是當你的賓客，當你的客人 ，be your guest。好，所以各位同學，比如說理查老師可以邀請林子到我家做客，我可以邀請麗芬到我家做客，我可以邀請雅玲到我家做客。那麼你們就是我的客人哦，老師會對你們很好，因為老師很好客哦。好，所以這個豐盛一定是用在很多種很好吃、很多樣的飯菜哦。所以各位同學，你看到這個桌上啊，桌上有這麼多，有魚、有肉、有菜、有湯，哇，好豐盛的感覺。這裡是豐盛的飯菜哦。有一個菜館叫豐盛，對，一般都用在菜上面哦。兩個人一邊吃飯一邊喝酒，朋友
正要喝酒的時候，突然看見酒杯裡有一條蛇啊，怎麼這麼奇怪呢？好，那各位同學，如果你在朋友家吃飯，你吃得正開心的時候，發現酒杯裡面竟然有一條蛇，那麼你一定會嚇一跳，對不對？你會嚇壞了，好，你一定會嚇壞了。酒杯裡面怎麼會有一條蛇呢？一條小小的蛇在酒杯裡呢？你一定會很害怕，你會很驚訝、驚恐吧？你會很驚恐，你會被嚇壞了，嚇壞了。好，那麼所以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呢？酒杯裡為什麼會有一條蛇呢？但是呢，主人就在面前，朋友不好意思說自己害怕，只能硬着頭皮把酒喝下去。好，但是主人就在面前，主人是誰？月廣。月廣在朋友的前面。哎呀，主人在，我要是不喝不禮貌，但是裡面有蛇，有一點害怕。不過呢，我也不能說自己很害怕，我就硬着頭皮，好吧，我把酒喝完，就把酒喝下去。那什麼叫硬着頭皮呢？就是你要做一件事情，但是其實你不想做，但是这個情勢逼着你一定要做，你被強迫，不做好像不行，你就硬着頭皮，好吧，我就做吧。所以硬着頭皮做一件事情呢，一般都是你不想做的事情，但是你沒有選擇，你一定得做，所以你只好硬着頭皮做一件事情啊，硬着頭皮。好，那因為中國人比較含蓄，有很多同學說，你就跟月廣說酒杯裡有蛇不就得了嗎？可是各位同學，這個好朋友現在是在月廣家，所以呢，在主人面前不可以失了面子。中國人最重面子了，所以他如果說啊，我好害怕，裡面有蛇，酒杯裡有蛇，可能他覺得對主人不禮貌，所以他就沒有說出來哦。好，他硬着頭皮喝下去了。好，喝完酒之後，朋友越想越害怕。好 ，the more 啊，這個我們中文的 the more 越想 the more he thought the more afraid。好，越想越害怕我剛剛好像把蛇喝到肚子裡面了，覺得自己剛剛把蛇吞進了肚子裡。好，如果你把蛇吞進肚子裡，你當然會覺得很害怕，我會不会肚子疼？我會不會生病？我會不會中毒？因為一般來說蛇有毒，對不對？你要是把蛇吞到肚子裡，你可能會中毒。好，誰幫我打一下？中毒，對，驚恐沒有錯，麗芬，驚恐。那如果你中毒的話，那你當然中毒對身體是很不好的，對不對？好，我剛剛吞下去的蛇，說不定是一條毒蛇呢。好，所以呢，他越想越害怕，我剛剛喝下去的蛇有沒有毒啊？我會不會生病啊？我會不會中毒呀？他覺得剛剛把蛇吞。好，各位同學，吞，你可以把口水吞進去，你可以吞口水，對不對？吞，或者東西比較大，你不用牙齒去咬，我們中文叫吞。吞就是你不用牙齒去咀嚼、去咬，不用，你直接吞到肚子裡。不用牙齒去咬，叫做吞好，你可以吞藥，因為藥一般都是用吞的，把藥吞到肚子裡好，對，咀嚼很好，咀嚼就是像這樣一般我們吃東西都要咀嚼一下，才會吞下去，對不對好，不久，他感覺肚子隱隱作痛。身體非常不舒服，於是匆匆告別。哎呀，不好意思，我要回家了。匆匆告別回家。好，告別這個詞呢，一般是用在比較正式的書面語當中。哎呀，
月廣不好意思，我要回家了，匆匆啊，不好意思，我先走了，匆匆就很快的，他很快的跟主人告別啊，不好意思，我先走了啊。对，沒有錯啊。好，他覺得肚子隱隱作痛，就是好像有點痛，隱隱作痛就是你覺得身體有一點怪怪的，好像就是你可能覺得你的胃啦，還是心臟啦，有些人他心臟可能有一點問題，可能有心臟病，對不對啊？如果有的人有心臟病，他有時候心跳會很快，他的心啊隱隱作痛。那有的人吃壞肚子，他的胃會隱隱作痛啊，其實就是痛的意思了痛的意思。隱隱作痛啊，我覺得就是不是很明顯的痛，但是你覺得有一點不對勁，隱隱作痛通常是你的內臟發出來的疼痛感，你可以說隱隱作痛。有時候你頭也會痛，對不對？可是好像又沒有那麼痛。我覺得我的頭好像隱隱作痛，有一點點感覺不舒服好，那麼當然你覺得身體不舒服，你就沒有心情再繼續跟主人聊天了，你就想趕快回家休息，對不對好，匆匆就是很快的，很快的我們常常用在時間，我們中文會說時光匆匆。老師，什麼叫匆匆？就是很快的意思好，時光匆匆，時間一下子就溜走了Time flies， 時間過得很快，對不對？時光匆匆是不是要大號？有可能要上廁所我覺得可能這個朋友他肚子不舒服，他可能想要上茅房在古時候我們不說上廁所，古時候的人是上茅房好，可能他要去上茅房好，從那天開始，那朋友天天吃不下飯，睡不好覺，最後病倒在床上。好，各位同學，從那天開始，就是月廣邀請他吃飯的那一天開始，他吞進了一條蛇開始，他覺得哎呀，我吞了一條蛇我覺得身體不舒服，我這也痛那也痛，哎呀，我天天都在想那條蛇在我肚子裡面，哎呀，他想到這裡他吃不下飯，他每天都在煩惱，他每天都覺得哎呀怎麼辦吃不下飯，睡不好覺，他要睡覺的時候也在想，哎呀有一條蛇在我的肚子裡，所以他也睡不着，睡不好，所以睡不好覺就是他整晚都睡不好他沒有辦法好好的入睡我們中文說入睡好，痛跟疼有什麼有什麼區別？基本上差不多但是在有一些用語上面我們會用痛，有一些用語會用疼，基本上是可以互換的慧君這個我們以後有時間再聊好，那各位同學，當你有心事的時候，或者當你不開心的時候，或者當你很煩惱的時候，你一定會吃不下飯，你也會睡不好覺這個是會的我們人有煩惱的時候都會這樣最後呢，哇，那個朋友病倒在床上了，哎呀，真不妙真麻煩，到底怎麼辦呢？我們看一下，好幾天過去了，對，失眠了，睡不好覺就失眠了。月廣一直沒有見到這位朋友，心裡很擔心。那個朋友那一天到我家吃飯之後，怎麼沒有再來找我呢？他發生了什麼事情？所以身為好朋友的月廣，他一定很煩惱很擔心，他會想知道這位朋友發生什麼事情了對，有時候你想念一個人如果你很想念一個人，這個人卻不在你的身邊，這個時候你也會吃不下飯，睡不好覺，也會或者有人失戀了，被甩了，你也會吃不下飯，睡不好覺好，
OK， 他去那位朋友家裡探望，才知道他臥病在床。朋友虛弱地說：“好，各位同學來，我們這裡有一些用法非常重要。第一個叫探望，如果你去探望一個人，通常這個人他生病了，或者他身體不舒服。”你要去看看他怎麼了，你會去探望他。還有第二個可能，這個人年紀很大，所以你會去探望他。所以各位同學，常常會有人問我，老師，探望跟拜訪有什麼不一樣？拜訪是一般性的拜訪，你可以拜訪朋友、家人，但是你探望一個人，英文也是 visit， 英文也是 visit， 但是你探望一個人，這個人第一個可能生病了，身體不舒服，你要去看一下他怎麼了，你會去探望他。第二個，可能你要探望的對象他年紀很大了，你會去看一下，他現在身體健不健康？可能是你年邁的父母，可能是你的祖父母，或者是年紀大的老師。如果理查老師以後年紀大了，60、70歲了，你來探望我一下，因為我可能身體沒有那麼健康了，或者我需要有人照顧了，所以你會來探望我。哎呀，理查老師現在怎麼樣？不曉得好不好？我去探望一下。所以一般都是這個對象是生病了，身體不舒服或年紀大了。Hello， 白蘭，歡迎。好，那麼才知道他臥病在床。好，這也是一個成語哦。臥病在床，其實這個成語很容易理解，對不對？就是這個人生病躺在床上，叫臥病在床。生病躺在床上的狀態就是臥病在床。好，臥就是靠，like lie down， 对不對啊？好，朋友虛弱的說虛弱沒有力氣，無力，虛弱沒有力氣啊。好，他說什麼呢？我們看一下。好，上次在你家喝酒，我喝到了一條小蛇我的肚子一直很痛，你也可以說一直很疼看病不一樣，看病是找醫生看病慧君，看病跟探望是完全不一樣的。你找醫生看病，如果你生病了，你要去找醫生看病好，所以呢，月廣終於知道這個朋友為什麼生病了。原來那一天在他家喝酒的時候，他的朋友喝到一條小蛇，所以呢，這個朋友肚子一直很痛。哎呀，我是不是中毒了？怎麼辦？我喝到一條蛇了。好。月廣聽完覺得非常奇怪，他回家後仔細檢查當天喝酒的房間。好，各位同學，月廣為什麼會覺得奇怪呢？月廣為什麼聽完朋友的話會覺得很奇怪呢？我覺得有可能月廣會覺得他的家裡沒有蛇呀，怎麼可能會喝到蛇呢？而且他的酒是他親手倒的，怎麼可能會有一條蛇在裡面呢？他沒有辦法理解為什麼他的朋友會喝到蛇，所以他去檢查，看看我家裡真的有蛇嗎？他到處去檢查，是不是有蛇藏在我家裡面？我的家裡沒有蛇呀。所以他必須要檢查才知道。對， Mandarin 說得很好，他從來沒有在他家裡見過蛇，怎麼可能蛇會藏在酒杯裡呢？他覺得非常的奇怪。好，月廣坐在原來的位置，擺好酒杯，倒上酒，認真觀察。好，所以呢，月廣他坐在原來的位置，原來的位置就是他朋友本來坐的位置他朋友本來坐的位置叫做原來的位置好，他擺好酒杯，然後呢，他倒上酒，他看看為什麼他的朋友會喝到蛇呢？他仔細觀察，observe 觀察好，所以這個我覺得月廣好像偵探一樣。你們知道偵探嗎？偵探
好，那如果你是一位偵探，你會拿放大鏡看一下，有沒有線索？有沒有可疑的線索？偵探我覺得現在的越廣有點像偵探一樣，他要找出為什麼他朋友會喝到蛇的原因好，認真觀察這時越廣發現了真相我知道為什麼了。當你發現了真相，你知道為什麼了，你知道事情發生的原因了。我發現了真相，像偵探也會這樣我發現了真相了，是誰殺了誰好，那真相是什麼呢？原來牆壁上掛着一把彎弓。好，原來不是蛇。其實呢，牆壁上掛着一把彎彎的弓 curve 彎彎的弓。好，你們知道弓嗎？這個叫弓弓原來牆上掛着一把弓，彎彎的弓，彎的，所以感覺好像蛇，它的倒影，杯子裡的倒影好像蛇一樣。原來是一把弓，不是蛇。好，弓的影子倒映在酒杯裡，看起來就像一條小小的蛇。好，原來酒杯裡的蛇不是真的蛇，是弓的倒影。很好，倒影是彎弓弓的倒影，所以它不是蛇，它是影子，倒影。好，弓的影子倒映。好，倒映就是 reflect， 倒映在我們中文說倒映。如果你到湖邊看着湖面，你会发现你的影子倒映在湖面上，倒映在湖面上你去湖邊，你看着湖面，你会发现你的樣子，你的影子倒映在湖面上好，倒映 reflect。好，看起来就像一條小小的蛇終於發現了真相，不是一條小蛇，那個是弓的影子倒映在酒杯裡，終於知道為什麼了好，弓的不是倒映倒映是個動詞弓的倒影。好，各位同學，你們要寫對弓的倒影，倒影 refraction， 倒映 to refract， 聽得懂嗎？弓的影子倒映在酒杯裡，這條蛇是弓的倒影很難分辨，對不對？倒映在酒杯裡，這條小蛇是弓的倒影。倒影你們都寫錯了你們把它改一下倒影跟倒映，倒影是名詞，倒映是動詞好，聽得懂，這個很重要弓的倒影，這條小蛇是弓的倒影，弓的影子倒映在酒杯裡對，寫對了，非常好。好，不要犯了這個錯誤越廣再次去找朋友，邀請他到家裡，讓他坐在原來的位置。對，倒影就是 refraction， 倒映是 to reflect 好，再次就是再一次好，所以越廣發現了真相之後，他再一次去找朋友，邀請他到家裡，讓他坐在原來的位置坐在原來的位置對，這條小蛇是弓的倒影，倒映在酒杯裡，非常好，佩金好，越廣指着酒杯說，你看，這不是蛇，這只是弓的影子，你也可以說這只是弓的倒影，也可以好，你也可以說這只是弓的倒影。好，倒影也可以，影子也可以好，倒影你強調的是 refraction，
影子，你強調的是 shadow 哦。好，這不是这不是蛇，這只是弓的影子。好，影子哦。对，這個時候朋友一定覺得自己很蠢，對不對啊？我好蠢哦，原來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想象，根本就沒有蛇，根本什麼事都沒有。原來我都是在就是自己嚇自己，中文可以說自己嚇自己，根本就沒有事情發生嘛，根本就沒有蛇，是我自己想象出來的，是我自己想象出來的。那為什麼我會生病呢？我是自己嚇自己啊，自己嚇自己哦。好，根本就是沒有發生的事情嘛，哦。對，自己嚇自己。朋友仔細一看啊，真的是弓的倒影，不是蛇。終於明白了，他心裡的恐懼瞬間消失了。隔天他的病就不藥而癒了。好快，隔天他的病就好了，不需要吃藥就好了啊。好，所以朋友仔細一看啊，原來真的是弓的影子，弓的倒影。他明白了，原來他是自己嚇自己，根本就沒有蛇的存在。他心裡的恐懼瞬間消失了。好，瞬間就是很快的、很短的時間內，馬上的意思，馬上消失了。消失 disappear 啊，根本就沒有事情發生啊。好，隔天 the next day， 隔天他的病就不藥而癒了。好，這個成語我們學過了，就是你不需要吃藥，病就好了；不需要吃藥，病就好了，叫不藥而癒啊，就是你的病好了，但是你沒有吃藥啊，不藥而癒啊，其實他根本就沒有吞下蛇。都是他自己想象出來的。好，很有意思的故事啊。不過你們不要笑他的朋友很傻，我們有時候也會杯弓蛇影，自己嚇自己。有時候我們遇到人生中很多的困難，你都會覺得哎呀，我不可能成功，我不會，這個對我來說太難了，我不可能成功的，我不可能達到我的目標的。這個也是杯弓蛇影，要自己嚇自己。其實你都還沒有做呀，你都還沒有做，怎麼知道自己沒有辦法完成，沒有辦法達到自己的目標呢？有時候你也會自己嚇自己哦。我們有時候，比如說你曾經失敗過，你就覺得自己永遠不會成功，這個也是杯弓蛇影，就是我曾經失敗過，我被這個失敗嚇到了，所以你覺得自己永遠都不會成功，很多事情你還沒有開始去嘗試，你就放棄了所以我們人有時候也會杯弓蛇影，你們不要笑他，我們自己也會所以有時候你也要問問自己，我這樣做是不是杯弓蛇影了一點？我太自己嚇自己了吧？好的，我們看一下今天的問題好，問題一，越廣喜歡做什麼？越廣喜歡做什麼？好，這題應該不難，對不對？我覺得越廣是一個很熱情的人，他很喜歡跟朋友在一起，他喜歡跟朋友吃飯、喝酒，所以你覺得越廣喜歡做什麼？他是一個怎麼樣的人？你覺得越廣是一個怎麼樣的人？好，很好，你們答對了，好客。越廣喜歡邀請親朋好友到家裡吃飯、喝酒、聊天，所以越廣喜歡做什麼？很好，答對了，他喜歡邀請朋友來家裡喝酒聊天。你也可以說越廣是一位好客的人，好客的人好，我們看第二題。朋友在酒杯裡看到了什麼？這題很簡單，對不對？但是我覺得你們可以比較詳細的來回答這一題。他看到了什麼？
事實上那個東西是什麼？好的，這個他朋友呢，在酒杯裡面答對了一條小蛇，他在酒杯裡面看到了一條小蛇。後來呢，因為主人在面前，他不好意思不喝，所以呢，他就什麼頭皮，他硬着頭皮，就是他強迫自己做不想做的事情，他硬着頭皮喝下了酒，所以他在酒杯裡面看到的是小蛇，但是事實上它不是一條蛇，对不對？酒杯裡面的是公的倒影，公的倒影，不是真的小蛇。好 OK， 好，你可以說他在酒杯裡面看到了一條小蛇，但是事實上那不是小蛇，那是公的倒影，公的倒影。好，問題3，真相是什麼？好，真相是什麼呢？剛剛我們也講了，對不對？因為朋友以為自己吞進了小蛇，所以他生病了，他臥病在床。你也可以說臥病不起，好，臥病不起，臥病在床。那事實上他並沒有吞下小蛇，對不對？他自己嚇自己，對不对？真相是酒杯裡的小蛇是什麼？對，答對了，酒杯裡的小蛇是公的倒影。真相是公的倒影，小蛇是公的倒影。他的朋友是自己嚇自己。好，很有意思的故事，对不对？我很喜歡這個故事非常的有意思。真相就是他根本就沒有，不是從來是根本。真相是他根本就沒有吞下小蛇，他只不過看到的是公的倒影，只不過看到的是公的倒影。好 ，OK， 那今天的故事就講到這兒。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詞彙，每個詞彙我會念3遍，那麼請大家找一下相對應的圖片來，豐盛，豐盛，豐盛，吞，吞，吞。好，這只鳥這是老鼠嘛，把老鼠吞進肚子裡，吞進肚子裡，吞進肚子裡。心理作用可以，這一切都是他自己的心理作用。這一切都是那個朋友自己的心理作用心理作用也可以，很棒的一個詞好，隱隱作痛，隱隱作痛。好，探望，探望，探望。影子，影子。好，一般來說影子就像 shadow， 但是倒影一般是在水面上或湖面上的才能叫倒影。所以在中文裡面影子跟倒影是不同的。影子就像 shadow， 倒影是在湖面上或水面上的影子才能夠叫倒影。所以大家要記得影子跟倒影不太一樣好，弓，弓。好，各位同學，這個是弓，那射出去的那個叫箭箭。好，所以各位同學，這個詞這個漢字你也要會箭，這個是弓，射出去的叫箭射出去的叫箭好，弓跟箭是不一樣的東西好，那今天的課就到這兒，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課。有任何問題，你們可以在直播課後留言告訴老師。老師，我很喜歡今天的故事。老師，我不喜歡今天的故事，都可以告訴我。好，我們下次見嘍，大家晚安。